好，那么时间差不多了，咱们开始啊，开始咱们今天的课程了。那么今天呢，我先呢把这只小鸟啊给大家讲解一下，好吧？上面这一只呢，上面这一只这个动态是有一定难度的啊。有些同学我看了啊，交的作业我今天又看了一下，虽然点的不多，但是我是基本上我先翻了一翻啊。那么好多同学对于这个鸟的翅膀啊这一块呢，其实掌握的还是不是特别的好，还是有一些问题啊。那么今天我们再把这个再讲一下啊，特别是这只鸟。其实这个它的一个翅膀啊，就像咱们的折扇一样，对吧？它能够收拢，收拢的时候是折叠到一块儿。那么打开的时候，是每一个褶子都能看到啊。收拢的时候只能看到上面那一个，对吧？所以你要有这样的一个思维在里边，那就好一些。好，我们再来看一下。那么首先这只鸟啊，关键是一个动态啊。那么它的一个动态，脑袋你看看，几乎是一个椭圆垂直啊，偏向于稍微垂直一点点的啊，稍微垂直一点，这么一个椭圆啊，稍微垂直一点。稍微垂直一点啊，垂直，但是呢有一点偏哪儿？因为它这个椭圆啊，它头上这一块呢是平一些，这边呢尖一些啊，所以它有一点偏右边啊，有一点偏右边。那么这个要注意，稍微平垂直偏右边。那么这是头部的这个卵形啊，画好之后，那么嘴巴是这么接的啊，从这边呢这么接过来。对吧？接过来，上面一半，下面一半要注意啊，下面一半呢特别窄，对吧？比较窄啊。眼睛在哪儿呢？眼睛在这个中线，嘴角这个中线这个地方啊，看中线偏上面一点点的地方。那么这个由于透视关系，那么这个眼睛呢看到的也是一个小小特别窄的一个小的一个椭圆啊。这个呢大家一定要了解啊，一定要了解，对吧？自然而然啊，眼珠子呢也是整体呢都会偏小一点。晚上好啊，没有画完，没有画完。今天第2节课我们把它画完，看明白吧？那么其实这个脑袋啊，按照这样的一个思路的话呢，我们是可以把这个脑袋怎么样分成2部分啊，上面是一部分，对吧？下面是一部分。那么下面这一部分它颜色，它在染色的时候啊，颜色呢又深一些，对不对？又深一些啊，就是这样的这样一种状态啊。那么头部呢基本上是这样，那么紧接着就是什么身体部分。那么身体部分相接的时候，你要注意啊，它是往后面，它有一点像我们之前画的那个小猫一样啊，画的那个小猫一样，对吧？它身体是往后甩到后面去，甩到右后方。那么整体也是一个什么椭圆啊，比较偏长一点的椭圆了，是吧？比较偏长一点的椭圆。然后再是什么尾巴？尾巴沿着这个身体啊，沿着它的一个脊椎，你看脊椎的部分往后面去啊，往后面去。尾巴是比较长的啊，比较长，窄长的。那么剩下的就是一个翅膀啊，翅膀注意它的一个对称感啊，它虽然不在一条直线上啊，但是它是因为整个是一个倾斜的，所以它的一个翅膀啊，两边呈现一个倾斜的这种角度，倾斜的角度。好，那么同样翅膀分成几部分呢？我们看一下。它其实前面的飞羽啊，就这一圈飞羽，你可以把它分成一组，后面的一圈比较大一些的飞羽，又分成一组，对吧？又分成一组，它就像飞机的这个翅膀一样，
张开的。然后整个部分这一块就是它的一个什么腹羽啊，翅膀的腹羽就是上面这一块，这是腹羽。然后到这边呢是一扇一扇的啊，然后再来分，有大有小，看到没有？到这边呢更长一些，整个就是这样的一个结构。那你要弄明白啊。那么同样这边啊，这边也是如此啊。首先我们把它看成一个大的形体也行，比如说你弄不明白，首先呢把它看成一个大的形体，是吧？像个小扇子似的啊，像打开了一个小折扇一样，对吧？就像一个小折扇。然后呢，整个这一块是一个覆羽，覆盖的覆啊，覆盖的覆，是吧？覆羽这一块我们称为覆羽，上面是叫小覆羽啊。到这一圈了之后，到这个飞羽上方这一圈，我们叫大覆羽，是这样的啊，是这么个称呼。好，那么同样啊，这一圈里边，这一半呢是比较偏小一点的，是吧？偏小一点的。到后面这一圈是偏长一点的，所以在外形上它有一些起伏变化啊，有一点点起伏变化，到时候画的时候要注意一下。那么同样呢，这一圈一圈我们给它收起来啊，给它画出来。它平时收拢的时候，就是在背部，就是我们经常看到的一种样式啊。如果这一块收拢了之后，如果收拢了啊，就是我们经常看到的这种样式了。那么这个对应的是哪儿呢？我们看一下啊，这一片对应的其实是这一片，看不到，缩小一点，给大家详细的再讲一讲啊。这一片羽毛对应的是它的这一块羽毛，对不对啊？它平时如果收拢的话，这个是最上面的一片啊，这是最底下的一片，明白吧？这是最上面的一片，这是第二片、第三片、第四片，这是倒数第一片，在最底下，所以它折到一块之后，最上面的这一片是这一片啊，我们看到的是这一片。那么最长的这个啊，是看到的是这一片，对吧？这一片啊，或者这一片，底下还有两片，你看。就是这两片短的又收到后面去了，这个大家应该能理解吧？包括这一张啊，包括这一张，这个就更清晰一些啊，对吧？这是它对应的啊，也是这个地方，也是这个地方啊，也是这个地方，这是折叠起来了。那么今天我们画的是完全展开的这么一种状态，所以你要了解啊，了解。一片羽毛叠压着一片羽毛，你看到没有？那么里边这内侧这一块呢，颜色深一些啊，内圈颜色深一些。因为什么？因为这是一片完整的羽毛啊，它的一个内侧颜色就比较重。那么很多同学他不懂啊，他没有完全理解。他在勾的时候，他就用比较粗的线条啊，直接勾了一个很粗的线条出来，然后旁边又画一根很细的线条出来，那不对，对吧？它不对啊，它其实是里边内圈是比较重一点啊，羽毛比较重一些，边缘呢比较的浅一些、虚一些，所以我们染的时候是染的内圈啊，内圈。所以啊，这个大家啊一定要不要搞错了啊，一定要了解啊。录课录过了。好了，那么理解了这个，我们就可以继续来画啊。那么这一片呢，它稍微被挡住了一点，对吧？又来一片，又被挡住。它其实一片羽毛是这样的啊，一片羽毛呢，它是这么一个感觉，这是羽轴，
对不对？正常的羽毛不是这样的吗？对不对啊？那么下面一片呢，是在它身后，在这一片的后面，又被挡住了啊，被挡住了。然后内圈颜色呢会深一些啊，会重一些，所以呢，它这个边缘这一块的这个颜色就重一点。那么一片压着一片，它就是这样，一片叠着一片，所以这边呢就是一片叠一片，一片叠着一片，对吧？要注意点起伏，哎，就是这样一片叠着一片。边缘的地方就长一些，边缘啊，边缘它是这个飞羽啊就比较长一些了。然后里边这一圈啊，里边还有一圈，我们刚才说到了是什么？叫大腹羽，对不对？大腹羽呢，其实就是比这个飞羽更小一点点的羽毛啊，这也是一圈一圈的啊，也是一圈一圈的。那么画的时候呢，也不需要画的太清晰啊，也不用太清晰。然后内圈呢，也是颜色比较深一些啊，比较深一些，所以最终的效果就是我们看到的这个图片上的这个效果了。那么同样这一圈呢，也是啊，内圈颜色重，然后这边也有这个腹羽，大腹羽，按照这个形式，一层压一层的这个感觉给它画出来，这不就是整个鸟的一个动态了吗？它这个动态结构啊就是这样啊，就是这样。然后背部这一圈啊，这一圈呢颜色稍微重一点，到了尾部腹羽啊，这尾部这一块，尾部腹羽颜色稍微浅一点，稍微浅一点。那么肚子部分啊，腹部部分，其实还有一个层次比较浅的一个颜色啊，大家不知道看没看到？大家有没有仔细看到啊？这是腹部的一个部分。那么尾羽呢，也是主要啊，就两片啊，两片，一片压着一片，一片主要的啊压着另外一片，这还有一些其他的啊，一些重叠的部分。然后中间的地方呢是比较深一些的，比较深一点，整体就是这样的一个造型啊，造型特点就是这样，对吧？这个能看懂吧？能明白吗？能不能明白啊？这个看，害怕大家不明白这个小鸟的它这个羽毛的一个构造啊，所以给大家再讲一遍啊。因为看到作业呢，有的同学画的挺明白啊，有的同学可能是有的跟课跟的时间长的同学呢是已经懂了啊，已经懂了。有的同学跟课有的近期才来的，他就又不太懂啊，所以给大家再讲一下啊，仔细看一看。你可以截个图啊。好，了解了这个之后啊，我们再来画啊。我们再来上稿了，那么往上上了啊，这个很容易画大呀，这个你看看，往这一比划，整个这一片呢都占满了。所以有的同学说这一块这个鸟不加，实在是没把握啊，也可以选择不加，好吧？实在没把握呢，也可以选择不加啊。很容易画大，因为确实，因为我们这个空啊比较小，空比较小。好，那么下面我们开始啊，开始。用一个，首先可以用一个淡淡的赭石色啊，或者淡墨色。
来勾一下。头部的地方因为是白色，所以呢，这个颜色尽量的浅一点，好吧，尽量浅一点。把嘴巴、眼睛勾完之后这个头部的轮廓尽量呢颜色不要太重。外面加个框，里边画。所以如果是用纸画的同学你可以在底下把这个稿比如说这张稿我们起完了，在纸上起一个稿，对吧？然后上面垫一层宣纸这样透着画也行。当然你起的时候这个稍微勾重一点画的清晰一点，那么踏个稿也行。否则徒手画容易画翻车。好，那么下面我开始了大致这个脑袋嘴巴在这儿，直接画了吧？能不能成？你稍微得注意一点这个左右两边的一个翅膀的大小。那么这只鸟我们画出来肯定要显得要比原画里边的那一张那个鸟可能会显得大一些。因为我们这个纸没有人家大如果不想画特别大，首先嘴巴这个地方就不能画得太长了。首先嘴巴就不要画大了嘴巴一画大，整体就容易画大。眼睛小小的、扁扁的一个椭圆形很扁很扁的一个椭圆形在这儿，在嘴角的中线的上方、后方一点点我用的是卡纸，3号链接是卡纸吗？我不知道我没看。3号链接是不是蜀宣纸吧？之前的课程里边用的是3号链接这个纸表板子画的那会儿。好。一开始就不要画的太多千万别画大了那么我现在用一个淡淡的赭石色，那个卡纸呢反正我也上去了，卡纸略微会贵一些，大家自己看着买。好，我用淡淡的赭石色，稍微呢给它起一个平。我们先把这个卵形给它画出来把卵形给它画出来。先把这个头部的一个卵形的感觉给它画出来，然后眼角呢，它颜色会比较重一点，对吧？它分成2半把头部呢又分成上下2部分，再给它画出来。好，紧接着按照我们刚才说的身体部分又是一个卵形，把身体部分的这个卵形，比如给它画出来一个长长的椭圆形。
颜色淡一点。如果画错了，你可以再修改一下。看一下啊，这个鸟啊，它左边的这个肚子的部分啊，与头部这一块的一个关系啊，稍微要比它往右来一点啊。你看这个头部这条线啊，做一个垂直线上去是吧？你稍微在这条线的右边一点点。那么这个图没有，我不是发给大家了吗？群里边都有啊，你自己对照着原图看一下，好吧？因为本身这张作品呢，这个图片呢不是特别清晰，所以你自己对照着我发到群里边的原图，你自己看一下。身体比较窄啊，比较瘦长的一个感觉，看瘦瘦小小的啊，瘦瘦小小的，主要是翅膀张的比较大，哎，翅膀张的比较大。它有两部分啊，有一个起伏，大致把这个起伏的位置啊，大致画一下就可以了。用虚线啊，用虚线，像个小蝴蝶蝴蝶翅膀一样。那么左边的这个翅膀呢，要高一些啊，要高一点。左边翅膀要稍微显得高一些啊。要稍微显高一点啊，左边翅膀。左边翅膀稍微显高一些，那么它的一个翅膀的形状啊，同样啊也是相对来说要比这个更完整一些啊，它没有太多的起伏。然后边缘的外圈的这个翅膀羽片稍微的长一些，你到时候自己勾的时候稍微勾长一下就可以了啊。好了，那么尾巴给它加上啊，尾巴加上，这其实就是整体稍微的有一个轮廓啊，有一个轮廓浅一点的。到时候如果有什么后期在画的时候啊，有具体的出入啊，可以修改，随时也能覆盖住，用这种浅色，对吧？如果是直接上墨了，一个是它本身它颜色也不是墨色，然后呢也不太好改。看不见，能看见吗？我不能勾太重啊，勾太重画就毁了，所以我只能是这样的，采用这种方式。好，下面我们来稍微染个颜色，好不好？这样，我整体我用一个淡淡的赭石色啊，淡淡的赭石色，我采用这种块面的形式啊，这种色块的形式，我把这只鸟呢给它表现出来。因为反正这个三绿啊，染这个绿色，反正底下它得有一个底色啊，就是一个淡淡的赭石色。回来算你的，你看，我用比较淡的这个灰的一个赭石色，这是头部的下半部分啊，还有眼睛的部分，稍微呢来一点眼角的地方，哎，头的与身体相接的边缘的地方，它颜色又是有一点偏赭石，可以稍微重一点点，是吧？好，那么整个的身体部分，它其实就是一个卵形啊，我用这种大的色块来表现。大家也可以跟着这样画，但是颜色一定要浅，是比较淡淡的一种浅的一个灰色啊，一个灰的赭石色，对吧？然后翅膀啊，尾部尾羽一片，就相当于画一个剪影出来啊，画一个剪影出来。我这是冒着有毁画的风险呢，给大家
画这么一个色块。那么这边呢，它其实也是像刚才讲的整个这一圈是它的一个副语副语，对吧？然后上面呢就是非语，一圈一圈的一块一块的，这个就是非语部分。非语部分，这边也是这边也是，这一圈副语，对吧？小副语，然后上面这一圈呢有一圈大副语，然后才是这个翅膀，一层一层一片一片，一片挨着一片。那么整体我先给它染上。到边缘了这几片注意一点，中间要留有空白所以呢，采用这种单片的形式，先给它画出这个剪影来先把剪影给画出来。那么这个飞羽我们现在来看它的一个整体看它一个整体。在画面当中，这只鸟的一个大小大概就是这样的一个感觉大概就是这样一个感觉还行，对吧？不算特别大，大小刚合适刚刚合适。所以大家画的时候要确定好它的一个大小位置大小关系，好不好？点击小黄车就能知道录没录课。还有这个功能吗？我不知道。录上了，今天录了。那么这个讲解不知道大家明不明白已经听懂的同学可以给老师敲一个1互动一波。听懂了，我们继续往下继续往下。你看两边翅膀这边稍微长一点点这边稍微长一点，这边稍微胖一点、短一点，它没有完全展开。你看这一块是吧？它有明显的这种起伏，所以它没有完全展开。它完全拉开了之后，它是像这样比较平一些。这个课里边有吗？有这都第2节了，有咱们小黄车的1号链接就有咱们的这个课程好，那么听懂了，我们继续往下往下进行。那么下面我就直接开始染了直接开始染了。首先从这个小鸟的头部这个白色开始这个白色开始。来，白色，重新调一个吧，显得有点脏。像这样的浅色一定要干净白色呀、黄一定要干净，别偷懒比如说上一次画的这个白、藤黄，你就别用了，重新用干净的水干净的水呢，再来调再来调。没有看到这个，看到有这个画吗？老师不要平行的翅膀，什么意思没有平行没有，不要平行的翅膀是什么意思？没有看到这个画，有这都第2节课，怎么没有？上一节课没传上去吗？传上去了吧？
在1号链接里边呢，整个的课包里边啊，最近的一堂课咋能没有呢？没传上去吗？上一节课1号链接呀，课程1号链接呀，有啊。好，调一个白色啊，传上去了吧？应该没传上去，它会提示我啊，应该传上去了。那么我们采用这种类似于丝毛的方式，短触一点毛笔，哎，不需要你画的特别的。有同学不敢画，像这样的他不敢画，他拿笔尖划拉一下，对不对？不大敢画，放心大胆的画，没事啊，没事，不需要你撕的特别清晰。其实整体呢，就是用这个白色稍微铺一下就可以了。主要是边缘的时候，一会儿要撕的清晰一点，它才能看见。因为整体这个白色，你撕的再清晰，它也看不出来。所以放心大胆的啊，往边缘去。那么边缘呢，一个是它白色呢也不会那么深了啊，不会那么白了，它会慢慢的变浅了。好，边缘把毛笔压扁，稍微撕几笔，撕几笔，回头用这个赭石色呀，再来画啊，就是这样的一个感觉啊。接下来呢，我们就画头部。那么后方的这一块的这个赭石啊，包括眼睛旁边的这个颜色呢，它稍微要重一点点呢，重一点呢，我们就稍微的披笔丝毛一点啊，就披笔丝毛的来画。包括眼睛下方都用这个赭石色稍微的带一下。稍微带一带。是的，不拍课哪有这个直播内容啊？就是得拍了课才能看到这个回放啊。不是说一节一节课卖的，是整个是一套课啊，120节课。理解有误是不是？理解有误啊。眼睛旁边啊，眼睛旁边等干一会儿啊，稍微用重一点点的，类似于这只鸟的这个赭石色啊，稍微也可以在它的基础之上啊加一点点淡墨，我们再来画这只。还放大一点呢，这整个屏幕就是一只鸟了，还要放大呀？放大颜色有一点变了啊，这放大我这不好画了，怕你们画大，你知道吧？一看这种清晰的大图容易画大。好，我们把翅膀勾一勾，翅膀呢用墨色，不需要太重啊，这个墨色不用太重。够课，课肯定是120节嘛，不会少啊。好，这个不要讲话了啊，勾这个要小心一点啊，你要注意这个
前面这一块一层一层的这个起伏，所以一开始不要起太高，稍微往下面来一点啊，稍微往下面来一点，太大了，稍微缩小一点点吧。这会儿，要沉住气。那么勾的时候是，你看这边是这个腹部啊，这边是背部，勾的时候要稍微贴着一点这个背部。两笔一片，虚入，像一个小的这种拱门一样啊，两笔一片，看到没有？第二片呢，压着在第一片的下方，位置比第一片呢高一点点啊，高一点，同时也会大一些。第三片呢就会更高一些。好，那么以此类推了啊，以此类推。到这边之后，注意要往这边转折啊，往里边，往里边收，稍微窄一点，稍微窄长一点，往里收啊。这是第二组了，注意方向又有所改变啊，这个翅膀的这个形状啊，略微有一些不一样。那么这一块就展的比较开一些啊，那么每一片相对于来说要独立一些，就没有让这个上面呢压的这么厉害啊。你看，一片它就相对来说要独立一点，它是一个完整的这个羽片，看到没有？它没有被压住。那么第二片啊，再往下这一片呢，同样如此。特别是边缘这一片啊，边缘这一片是比较清晰的，是吧？好，那么这一片呢也没有压住。下面有一片小的，短一些，压住了，啊，压住了。那么这个画完之后，它上面还有一些这个刚才说的这个叫大腹羽，是不是？叫大腹羽。那么大腹羽它画的不是特别的清晰啊，它是若有若无的这种感觉，虚实非常的用的非常巧妙。大腹羽其实就是小一点的这个羽毛啊，我们画的时候也是啊，稍微注意一下它的一个虚实即可。中间的长一些啊，头上的呢稍微短一点，展开一点啊，不要一层压一层压的太多，稍微展开一点。哎，那么这个层次啊，我们就画出来了，对吧？那么这边就是这样的一个层次感呢。
有的这个空啊稍微大一些啊，有的空呢小一点啊。什么呀？江南春雨宴啊，猫头鹰买了我这个课啊，买了。自愿啊，不要争吵，保持好咱们直播间的这个学习氛围，好吧？买不买无所谓啊，不要争吵啊。猫头鹰是老师的管理员啊，课代表。好，我们再来看这边。这边啊，我们看看这个羽毛它的一个走向好不好？我压一下啊，正直。来，上面是一层压一层啊，一片呢叠一片。那么这个长度稍微要注意一下啊，这个长度不要太短啊，太短了这个飞羽就感觉太短了。哎，没事啊，你不要，你不买就不买，没事，你就看看完了，是吧？都无所谓。就是古代卖艺啊，有钱捧个钱场，没钱捧个人场就行了。他也猫头鹰是老师的课代表啊，主要是帮老师，平时呢帮老师这个分担一下。不要吵了，不要影响我画画了，好吧？不要影响我上课的心情。你不愿看就可以出去啊，没事啊，来去自由。画哪儿来了？对，不要来踢馆，对吧？哎，不，都是自愿的啊，都是自愿行为、自发行为啊，咱没坑谁，对吧？你别有怨气，我也不知道这怨气从哪儿来的。好，往这边之后，这个羽片慢慢的、逐渐啊，
越来越展得越来越开了啊，展得越来越开。好，最重要的是后边的几片羽片，这个要独立一些啊。这几片羽片是最长的几片羽片啊，一个是它的形状，你看看形状有所不同，而且中间的间隔啊也会大一些，对吧？好，咱们还是学习为主，好吧？学习为主啊，不要让影响了心情。我也不知道是哪儿让他不满意了啊。好，那么这一圈呢，我们看看啊，这一圈啊，不要有差错，这个落笔无悔，对吧？画了就是画了啊，再想改呢，改不了了，落笔无悔。再来画这个大腹羽。大腹羽基本上是一片一片的啊，很独立，偶尔有一些让它有一些重叠。随着外圈，它也是越来越长。越来越长。喝口水啊。头一回碰到这样的事儿。怎么样？这个翅膀画好了没有？画好了，我们画一下尾巴了啊。
谢谢菊妹啊，不要破费了。都给我整懵了。喷子，为啥要喷我呀？为啥喷猫头鹰？那么画这种长线条啊，要屏气凝神，很容易画哆嗦啊。屏气凝神，好吧？坐着画呢不容易画好，还可以选择趴着画。因为我坐着画，我这个眼睛视线离纸很远，这个长的卡纸，你看看，毕竟有60多厘米长，已经画到头了，所以我这个趴着上面画一下啊。好，3片啊，有一些这种叠加。好，就这样啊，不涨价了啊，涨价暂时不涨价啊，卖不动啊，涨价更晚，要涨等下一期再说吧，暂时是没有这个想法。眼珠子可以稍微加重一点。这一块有一点弄得有一点点脏了。好了，下面我们细细的啊，要细细的把这个眼睛附近这一块啊丝毛给它撕一撕。先用特别淡的一个墨啊，把眼睛周围的这个耳羽啊给它撕一下。那么其实因为这一块呢就比较窄了嘛，墨一定要淡啊，一定要淡，千万别重了。沿着这个眼睛下面这一圈，哎，稍微重一点，看到没有？哎，稍微重一点。好，这个下面呢，其实是一点淡淡的白色，你可以用一点淡淡的白色啊，从嘴角这开始，
大概是这样啊。这是这个内侧，对吧？这是头顶，然后中间的赭石色，淡淡的赭石色啊，把这个头呢分成2半。对，可以这样啊，可以先挑自己喜欢的这个课先学也行。根据自身的情况来嘛，有的同学他可能没有那么多的时间把所有的作业都、所有的课程啊都跟画一遍，作业呢都画一遍，那你就是只能选择自己有时间选择自己喜欢的先画啊，这是对的啊。嘴巴呢染一点点吧，染一点淡淡的这个赭石吧，染一下啊。特喜欢蘑菇啊。好，这块啊继续啊用这个赭石色啊再撕一下，包括后面这一块啊，它虽然有白，但是呢，其实你看它肚皮啊，肚皮呢，看下面这只鸟，你看它肚皮呢其实是赭石色，对吧？它就头这一块是白的，所以呢，到这接近肚皮的地方了呢，它也是点了一点赭石色。因为画画的时候，我们其实通常啊还挺讲究啊，就是如果一幅画里边有2只鸟，通常这2只鸟不会是两种，通常都是一个品种。所以呢，由那一只可以推出这一只大概是个什么样，对吧？有些地方如果看不清啊，也可以推断出来，稍微撕一下就可以了。好，我们把翅膀上的黑色部分啊，黑色部分给点出来，淡墨。先统一用淡墨啊，不要用太重的墨。它只有一些个别的地方啊，需要有一些墨色的变化，用一些的比较重的墨。所以呢，整体呢就一开始用淡墨就可以了。你看它这个是有方向的变化啊，这个黑色呢它是有方向变化的，外圈它是沿着左边的边缘，说明它这个翅膀是有转折，很微妙变化，看到没有？对吧？外圈是沿着左边的这个线啊。并且上下有一点虚实变化，上面重一点，哎，用笔呢到下面稍微上面按下去，下面的时候，提起来，对吧？有了粗细、虚实变化了。从这片开始又换到了这边来，哎，又换过来了，看到没有？
所以这个一定是，不是说勾线的时候直接用一根粗线条啊给它概括住啊，一定是后期像这样的啊，给它点出来的。哎，然后这个我们就点在中间就可以了啊，点在每一片的中间。有的和这个一样啊，有的可以偏左一点，对吧？可以偏左一点。往这边呢，可以稍微偏右一点了，哎，可以偏着右边点。并且它的轻重它是有变化的，它点的不是特别的重啊，它轻轻的一点，对吧？点轻一点也行啊。啊，那同样，那这个是一样的呢。那这一片呢，它是一片完整的，所以呢，我们点的时候是点在哪儿？点中间啊，中间两笔过来，比较均匀啊，点在中间。那么这个呢，点内侧。所以这个小鸟啊，你就跟着这个莫古克这50节画下来，我基本上小鸟应该能画明白了。咱不说画的多好，起码能画明白了。注意用笔的轻重啊，开始了。那么这一块哎，用笔要有轻重，有虚实。好，到这边啊，沿着这个边缘，沿着左边边缘窄一点，因为这块呢比较长啊，比较长，比较密，那么我们就窄一点啊。完全展开的就是在中间，两边不靠着啊，一边也不靠一边，就是在中间，两边的线都给它留住。这个可以靠着右边。好，这一圈的这个腹语啊，大腹语可以点的稍微浅一点啊，淡一些，一笔带过啊，简单一点。基本上让它保持在中间的一个感觉。是吧？啊，同样的方法呢，尾语也是啊，哎，尾语也是啊，就写一横啊，写一竖啊，或者说写一横，起笔的时候尖一些啊，起笔时候就用笔锋往下一落，收笔的时候笔尖收啊，笔尖收，不要藏锋了，画慢一些啊。
那么这一块的这个墨色部分，墨色部分呢，就处理成这样呢，基本上就完了啊，基本上就完了啊。那么这只小鸟的一个整个的这个动态啊结构是非常清晰的啊，非常清晰的了，你就明白了，对不对？就明白了吧？这个能画明白对吧？好，下面呢我们就可以染色啊，也可以选择先披笔丝毛。如果说先选择啊披笔丝毛，那么我们重点这个翅膀这一块这一块背部这一块重点撕一下就行了。很多同学上一张这只鸟啊，那么上一张这只鸟呢也是这个绿色对吧？很多同学交上来之后颜色有明显的差别。这几个颜色啊，你比如背部、头部还有翅膀的这几个颜色啊，不要有太明显的一个差别。背部这一块可以深一些，但不要，那你翅膀这块不要特别绿啊，你起码这个尖上啊，这个尖上，还有头部这一块，前面这一部分要稍微和这个一样啊，偏重一点，偏墨色一点点啊。然后这个须的地方可以稍微染一点这个三绿进去啊。有的同学就完全就是翅膀是三绿色，三绿色，然后这也是三绿色，头也是三绿色，完全只有这一块地方是一个特别其他的一种绿色，你就不要有这种明显的区别啊。它背部颜色会深一些，但是呢，它是一定要做到这两个颜色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啊，哪怕有一点，它这个效果就会好一些啊，不会显得特别的格格不入。不要画的特别明显的这种区别，好吧？那么我们现在撕毛啊，先撕一下这个刚才说到的这几个部分啊，你可以用这个赭石加淡墨啊，赭石加淡墨呢，先撕一遍，不要撕太重啊，太重了不容易不好覆盖，就类似于这样差不多了啊。那么这块呢，基本上是一个什么形状？扇形啊，按照这个扇形的这个方式来撕，类似于我之前给大家画过那个凤凰那节课，是不是啊？技法课里边凤凰背部的那是采用这种点嘟的方式来点，那么点的时候也是按照这种放射状的来画的啊，是不是？所以呢，道理是一样的啊，只是一个是点法，一个呢是这种撕毛的方式。放射状，看到没有？放射状啊，虚入虚出，用笔到下面呢啊更虚一些，更轻一点啊，用笔呢就更轻一些，是吧？用笔更轻一些。那么这一块要重一点，我们就把这一块呢再来一遍啊，但不要过头了，稍微来两笔，补一补。那么这边也是啊，这边你如果这样反着不好撕，你可以还是顺着撕，但是这个劲儿啊不一样了。那么起笔的时候要虚一点啊，收笔的时候可以稍微重一点。当你撕会了之后，怎么画都行。上面短一些啊，上面呢，下面呢长一些。好，那么背部声音又小了啊，怎么回事？背部要有两半的这种感觉啊，它是脊椎分两半儿。
那就是两半儿，与头相接的地方要重一点，就把这个背部的这种形体特征啊，以及它的这个肌肉特征。那么这边重的地方其实是在边缘了，你看到没有？它其实是在哪儿重啊？边缘重。为什么要边缘重呢？它为了强调背部的这个形啊，这个身体的一个走向，所以呢这一块它比较重一些，让它鼓起来。让它鼓起来啊，一直呢到下面，中间稍微的衔接一下啊，稍微衔接一下。这边呢也稍微重一点啊，与翅膀啊有一点点区分就可以了。稍微撕一下，然后注意什么？这个腹部啊，腹部。那么腹部回头我们用这个太白呀，稍微再撕一撕就可以了。下面呢，我们来染色。那么这个颜色，你可以首先染一个，调一个藤黄啊，藤黄和这个绿色啊。我们调一个藤黄，土黄啊，不是藤黄，也你如果有这个吉祥颜料呢，你就用这个土黄；没有呢，我们用藤黄调。来，调一点藤黄啊。那么我们就用藤黄吧。藤黄呢，你要调一，比如这个，或者是这个绿，这个绿叫什么？叫什么绿？青草啊，青草。没有的话，你就三绿调一点赭石啊，然后让它再暗一点，就再调一点赭石进来。哎，差不多是一个特别暗暗的这么一个灰灰的一个绿色，加点水。基本上就是这么一个绿色啊。用这个绿色呢，我们先打一遍底，先打个底啊。打底仅限于什么？翅膀部分呢，背部这一块啊。那么到了羽片这一块，翅膀的羽片这一块的这个颜色呢，就有点太绿了，它是偏赭石一点。这个翅膀啊，不要太直，你看它稍微带一点曲线啊，稍微带一点曲线，它会自然一些，对吧？那么身体部分呢，也可以是这样啊，快速的。要注意啊，注意腹部的地方留出来，好吧？腹部的地方一定要留出来啊，不要一下给画过了。估计有同学能画过。那么腹部的地方稍微留出来啊，留出来用笔尖呢，做一点这种丝毛的这种感觉出来。哎，腹部留出来了。这边稍微来一半啊，来一半。
然后用一个清水笔接一接啊，稍微扫一扫，接不接都不重要啊，不是特别湿，形成不了水印就行。马上我们就用3绿色啊往上一照，淡淡的这么一个绿色啊。哎呀，怎么了，同学们？一时激起千层浪。你看它是黄色，一个黄黄绿绿的这么个颜色啊，黄黄绿绿的这么个颜色，草绿色吧。藤黄，调一点花青，调一点赭石，很好调啊，很好调。试着调一调啊，试着调一下。芥末黄，对对对，这个形容的很好啊。芥末黄，芥末黄，这个很像芥末的颜色，对吧？好了没有？好了，我们稍微等它干2分钟啊，稍微等等干。不干也不行啊，不干下面不好进行。那么下面呢，我们就用3绿了啊。3绿色，3绿一开始也不要太纯。这个呢就是花白绿啊，花白绿的这么个颜色。加一点这个本蓝啊，叫本蓝是吧？或者是这个浅葱啊，不要加浅葱啊，浅葱太亮。这个卡这几号我也不知道忘了啊，不记得了，记不清几号，打开找一下吧。好，我们开始来染这个小鸟啊。这个图像放的太大了，特别不习惯啊。就这样染一下就行了。这个就是有点画法呢，就偏向于工笔画了，对吧？偏向于工笔画的这个程式了，和之前不大一样了。之前呢是丝毛，然后稍微染的画的比较的随意，没有太多的这个明显的这种程式。那么今天这个画法是比较程式化比较明显的，就是这种工笔画的画法的程式化会比较明显一些。那么对于染色，对于画工笔不大了解的同学，那么正好啊，可以趁着这个机会，可以了解一下这个步骤程序，很标准的一个程序啊。边缘呢可以用一个清水笔啊。好，那么这一步画完之后，我们下一步呢就采用这种丝毛的方式了啊，就不采用这种工笔的染法了。因为这个染呢，我是为了染出它的一个氛围感来啊，整个的这个色调氛围差不多之后，
我们就不按这个来了。好像这样的翅膀的地方有一点点，有的地方偏3绿，看到没有？所以这些留白的地方要留住。很多同学染的时候，要么就是过大，这个墨色的区域啊过大，白色呢几乎看不到，所以他到时候一画这个翅膀黑乎乎一片啊，特别重。像这样的稍微的给它染一染，它不又能做到啊统一，统一中呢又有变化，对吧？统一中又富有变化，而且颜色也是有变化的。啊，有的地方偏赭石的地方呢，我们就不染了，不染了。边缘的地方，清水笔啊处理一下。占多了。比如有的这个翅膀，它有的地方不偏赭石吗？那么再来啊，调一个赭石色，不要赭石不要太纯啊，里边呢可以放一点这个藤黄或者土黄进去。哎，尖上的时候来一点，对吧？黄黄绿绿，这个感觉就有了啊。所以你看田世光画的这个工笔啊，绝不是简简单单的啊，这种按套路啊程式化的那种。正常按照这种程式化套路，它是不会把翅膀颜色画这么丰富啊，变化这么微妙的，明白吧？那么肯定都是一个颜色啊。田之光这个说明他自己是有自己的一个感受啊，一个感受在里边。土黄是什么？玛丽是不是没有土黄啊？就是土黄就是这个颜色，这个里边有土黄，叫黄土。玛丽的应该也有吧？有没有？你把那个什么鹅黄啊，加一点赭石进去啊，它就差不多也能出现一个土黄的这个感觉啊。我觉得是能这样的啊，可以试一下。哎，这个地方你看这个边缘呢就太实了啊。今天好像有同学说这个边缘怎么处理是吧？轻轻的啊扫一下，清水笔轻轻扫一下啊，蘸一下，蘸一下啊，扫的不自然，那就再扫一扫。如果没有必要处理，就可以不用处理啊。如果是一片叶子这样的，其实没有必要处理啊。小鸟呢，它不一样，对吧？好，那么下面继续啊，继续用这个小毛笔换回小毛笔啊，要进行一个丝毛了啊，丝毛了。
藤黄加点墨。藤黄它比较黄啊，比较亮，加点墨呢，它可能还达不到土黄的这个效果啊。土黄呢偏暖一点，藤黄呢它比较亮，而且呢比较偏冷一些，所以藤黄里边加点朱标或者鹅黄这样的颜色啊，再加一点点墨，有可能能出来。自己试验一下吧。这个颜色呀，一定是要熟悉它啊，你要自己试，一定要自己调。就这样跟大家说吧哈，这个颜色，比如调紫色，大家会调吗？你要记住几种啊，红加蓝，是吧？能调紫，蓝加黄，能调绿，是不是啊？还有什么红加黄能调橙色，这是中间色。所以你对照，你看那个色环呢，或者那个色环啊色阶，你如果是能看懂啊，能看懂的话，基本上调色呢还是比较好调的，所以最基本的这种调色，这个得会了之后呢，至于什么调个土黄出来，那还是很简单的嘛。各种黄，它土黄不是比藤黄，你首先要找一个黄，对吧？它们共同特点是有一个黄色。你首先找出一个黄色，无论是鹅黄、藤黄还是什么黄啊，有一个黄色。然后根据你所需要的那个颜色啊，再来加，比如有的地方加重一点，加点墨；有的地方亮一点，就加点别的。自己多试啊。这个颜色这些东西，只能是通过自己呀，不断的调试才能掌握的。你不能是一个颜色就问，出现一个问一个，出现一个问一个，那永远也不会。必须得自己试一试。反正这个颜色啊，大家都买了，对吧？手里都有，又不贵，特别是这个玛丽颜料啊，又便宜，就试呗。学习三原色的原理啊。太湿不能撕毛，你看我这也比较湿啊，我照样撕，对吧？撕出来还毛茸茸的，它没有特别清晰的这个一根一根的感觉啊，更好，效果更好。你要看任伯年的那个画，任伯年画的一些小鸟，那就是湿的时候撕的啊。往下画着画着呢，它就干了嘛。你看下面是干的，是吧？下面是干的吧？对吧？有些地方，刚才说到了几个地方，稍微重一点，那么这个绿里边你可以再加一点什么花青啊，或者加一点点淡墨呀，对不对？都可以啊。
加一点淡墨，对吧？你看，这里边加一点淡墨进去，哎，那么这个绿就比这个绿要深一些了，对吧？我们可以画在这个翅膀最重的地方，羽毛最重的地方。这个可以等它干一点再撕啊。包括还能画在尾巴比较重的地方啊，再染一下，不就醒目一些了吗？看这边。里边啊，内侧的地方啊，就是黑色的这一块周围，用这个绿色稍微再丰富一下，强调一下，那么这个翅膀的一个厚重的感觉就有了啊，更厚重一些了，是吧？哎，里边这个小的腹羽的地方啊，再点一点，点一点。那同样啊，我们把这个翅膀也是这样啊，再处理一下，逐渐马上就快完成了。其实感觉挺费劲啊，其实快完成了。不要全染到，你看到没有？我只染下半部分，上半部分让它透着光，一种通透的感觉，不就有了吗？然后到这边了之后，我染上面，不染下面。下面怎么办？清水笔过渡一下。所以很灵活啊，染色一定要特别灵活。然后这些地方呢，可以用这个把这个墨色部分呢稍微点一下，其他地方该留住赭石色还留住啊，还留住。哎，腹羽这一块，因为这个还没有干，这个底下还没有干啊，有一点。哪天能画到我这种程度就满足了，那也可以满足了，是吧？作为咱们业余爱好者啊，能画成这样那就可以了，那是很厉害了。好，等着干啊，干了之后啊，把重的地方啊再一撕毛，对吧？那么这个边上啊这些地方啊，可以用这个赭石色。刚才不是用了赭石吗？你再用赭石色啊，稍微把这些地方啊强调一下，中间的地方强调一下。为什么不强调尖上呢？尖上让它虚一点呢，它的边缘让它虚一些。就这个颜色变化，它就特别丰富啊。
中间段啊染一染。所以很多同学估计都没有想过，哎呀，染个色呢这么麻烦，对不对？以前我们染色哪动过这种脑筋呢？认为染色只要是这一片是绿色，全部染成绿色，对吧？你不会想到要虚染它，有些地方不会想到那么细致，要如此细致的去表现，对吧？根本没想过。你包括这个头部这块啊，现在处理一下，清水笔啊，轻轻的扫一扫啊，轻轻的扫一扫，洗一洗，拿纸呢蘸一蘸，不要有明显的头与脖子的头与背的一个区别。哎，轻轻蘸一下，回头呢补一点颜色。包括这边啊，也可以轻轻的洗一洗。那么不就更自然了吗？是吧？看着更舒服了啊。好了，我们继续啊，继续再撕毛撕一遍啊，差不多了，差不多了啊。把我们要的这个重的地方啊，再来一遍。单笔。单根的啊，重的地方画出来。比如这块啊，要让它重一点，就多来2遍。好了，然后这边离着这块远一些啊，保持一定距离，别贴得太近啊，保持一定的距离啊。背部
两半啊，两半的这个感觉啊。好的，下面呢披笔丝毛啊，披笔丝毛。所以这个丝毛法，要单笔的分组丝毛啊，与这种披笔丝毛呢，你都得会一点啊。注意层次感。尾巴这一块啊，要覆盖住。重的地方可以再来2遍。那么这边把这个小鸟的这个形体啊，给它强调起来，让它鼓起来。啊，让它鼓起来。好，鼓起来了。过一会儿啊，再稍微染一下，稍微染一下，基本上就完成了。翅膀，比如说有重墨的地方啊，需要提一提、醒一醒的地方啊，用这个墨色呢，再来一下。是吧？这几个，稍微来一来，有选择性的啊，这边也是。有选择性的，这个随机的啊，也不是说随机，就是根据原图的那个来啊，基本上是把握好这种感觉，然后呢，再挑选几个边缘的地方是要重一些，对吧？最长的这块重一点，然后尾巴重一点，那中间这一块呢，你稍微可以把握一下这种层次感，比如上面的这个可以选择重一点。因为这个墨色干了之后还会浅呢，干了之后不会特别的重啊，因为我用的这个墨不是特别浓，把握好分寸就可以了。那么有的地方也可以选择啊，把线加重一点，不，对吧？有的地方呢可以选择把轮廓线呢加重一点嘛，是不是？哎，这样也挺好啊。
再来干差不多了啊，把颜色，因为刚才染过几遍之后，翅膀啊有一些褪色了，你看到没有？有些地方已经发白了，所以呢，我们稍微提了一下刚才。其实我感觉还可以整体再提一遍啊，因为第一遍墨色也不重。把线也勾一下，有些地方把线勾一下，勾半截，基本上勾上面半截啊，中间呢让它虚过来，是吧？稍微醒一醒，它就会有精神一些。你看，就会有精神一些啊。你回头再来画这个开片，画开片啊，看着啊，画开片小心一点，好吧？可以这种好几片羽毛啊一起，不用画的特别密集啊。要根据羽毛的一个方向来画，对吧？那小开片给它开了。那这边呢也是啊，这边也是。那么这几片可以单独的来画，因为它这个方向略微有一点不一样，包括尾巴。尾巴的这个开片，有些地方可以开的重一点，比如开粗一点，对吧？那么宋画里边好多就是这样的嘛，它稍微加粗一点，那么那个块就开的明显一些。比如说像这样的翅膀的地方，想调整能不能调？可以调，没有问题啊。开口开大一点嘛，有的地方啊稍微开大一点，但是不要太多，偶尔有一点点啊，它效果会更好。多了呢，就相当于就不如不画，对吧？哎，全都画不如不画，稍微开一开，是不是？那么这个基本上就开了啊，开了。颜色啊，如果觉得薄了，回头再染一遍啊，再染一遍。用这个绿色啊，再染一下。准备一个清水笔，是吧？这边也是，四周啊要留有空白啊，四周呢要虚一些，所以呢四周不要染，四周不要染啊，四周清水笔过渡一下就可以了。
清水笔水分不要太大啊，水分不要太大，干一些啊，清水笔要干一点。干一点，这边也是啊。这个翅膀的地方可以再染一下，这些地方染一下。局部染。好了吧？哎，这个小鸟呢，就先到这儿啊，先到这儿啊。画了太长时间了，这个小鸟啊，整了快2小时了都。你看，看一下画面效果，是吧？再把上面荔枝我们给它处理一下啊。好了，我稍微活动一下啊。看看大家聊啥了？老师现在用的笔是小狼毫啊，或者是我基本上画墨谷呢就是这个小狼毫，还有白云笔，知道吧？基本上就这俩，没有别的。那么你看看，拉远一看，你看这个小鸟里边啊，这种虚实变化就很明显了。那么由于时间关系呢，也不能再多画了啊，我再来画一下这个上面这个荔枝啊，上面这个荔枝叶子啊，叶子比较多，先把叶片给画一下。那么叶片上一次用到的是这个颜色啊，这个比较深的一个绿色，继续用它。多费碟子，弄一圈了。来调色啊，那么这个绿色呢，可以调，这个叫美蓝，这个叫普蓝，调点本蓝啊，不叫普蓝，叫本蓝。然后还有这个调一点花白绿，或者调一点这个叫绿青啊，青绿，调出一个绿色就可以了。另外可能还需要一点点赭石，有些地方啊需要一点赭石。那么回头我们再来一点赭石，另外一支毛笔啊，就让它那个叶片呢，有些根部的地方呢，一尖的地方呢，让它偏黄一些，就是为了有一点变化。来一点这个赭石啊，带赭，又讨论到吃的来了。好，我看猫头鹰那个画，不是猫头鹰，说错了啊，喵丸子画的那个还画了，我看了一下，画的还不错啊。我那个这个画的叶片画小了，对吧？我看他那个呢，他就是好像就是他不是上课画的，他课下画的，所以我的问题他没有犯。画好就装个框啊，想装裱就装个框。现在这个裱画那五花八门的啊，有的框中框，只要你想裱，你只要拿去装裱啊，无论你这个是卡纸还是什么纸啊，你只要告诉他我要裱画，啥样的都能给你裱出来。
你已经裱过框了，它拿回去，它能给你再装一个框出来啊，框中框，明白吧？现在各种这个裱画装框技术非常的纯熟啊。喝啥呀？空腹喝啥呀？养生吗？我感觉我也需要养生了啊，也快到养生的年龄了，让咱们一起保养啊。杀鸡啊！上次看到之前看到央视有一套，央视2套有一个财经节目，叫什么致富节目，好像就是讲了这个杀鸡。空腹喝50毫升啊！我儿子现在是1岁半，天天要吃枸杞，已经在养生的道路上啊先行一步了。比我有觉悟，你看，他就觉得甜，想吃喜欢吃。有时候做饭里边放了一点，他就专挑那个枸杞吃。得少吃对吧？啊，不能吃吗？他就是这个有时候做的那个菜里边啊，会有一些放了一点，比如炖个什么菜呀，里边会放了一点枸杞，他就总挑那个枸杞吃。好像这样叶片呢，有些地方中间想让它重一点怎么办呢？是吧？画过之后回过头来再给它补一笔啊，一定是回过头来再补一笔，因为当下补它就平均，它又扩散到其他地方去了。你像这样的啊，回过头来补，它还是能扩散出去，对吧？你看这个叶片啊，这个叶片呢，这个尖上啊，这个头上呢，它就是平的，是不是比较平一些？
和竹叶这个头上差不多的感觉啊。所以啊，有的同学之前画那个秋菊戴胜那张，他就把那个竹叶就画的太尖了啊，头上太尖了，不能画的太尖啊，否则两头尖就不对了啊。不是我做啊，我做菜不行，对吃的东西没什么太大欲望，吃饱肚子就行啊。你看那会儿在北京下班了，有时候回去晚，那就晚上就经常就是面条啊，有时候吃一个月，晚上吃一个月面条。就啥省事方便快啊，就用哪个。面条不放枸杞，什么家庭条件呢？面条还放枸杞？哎，这个炸完之后，这个空间啊，这块空间控制的还不错啊，基本上还挺好的，没有问题啊，控制的。上面还有一颗小荔枝啊，把那颗小荔枝啊给染上，上次没用完的，看看能不能用啊。如果不能用，调一点朱砂啊，调一点朱砂、曙红，深的地方呢加一点胭脂就可以了，很简单。
颗，再来1颗吧，再多画2颗吧。1颗有点孤单呢，这个空里边再加一点。空里边再加一点啊。露一半出来。哎，好，可以了，可以了。然后这块补一片叶子。哎，其实应该补下面的。那下面我们继续呢，就把这个荔枝啊给它细化一下。课后有辅导，课后怎么辅导？课后就能点评作业啊。课后，男人很多不带孩子呀。我带孩子，我是带孩子的。我们用这个画荔枝的颜色里边加一点这个淡墨进去，加一点墨进去，或者调一点胭脂进去。总之就比较深一些的这个颜色啊。我从我家老大出生那会儿呢，就专门辞职回来带孩子。你想我带不带孩子？专门从大学里边辞职了，回来看我们家，看老大。没办法，就为了这熊孩子，你看工作都没了。荔枝它有这种不规则的这种形状的一个块面。主要还是得家里还得有老人帮着看啊，一个人、2个人看都看不过来。又做饭又干啥的，注意这种大大小小的啊。宋画的这个荔枝啊，比他画的复杂啊，里边小方框啊，小的像足球似的啊，菱形的，或者是6边形的一个框。我说我辞职带孩子。
调皮还好，不调皮啊。主要我俩不在一个地方，所以呢，为了孩子我就回来了。哎，看看这个荔枝啊，这个大小它是有区别的。它根据它的这个，它是把这个地方啊有一个起伏啊，有个凹口，这个地方有个凹口，所以啊要把这个地方处理好。一个是通过颜色的深浅，另外一个是通过这个块面的大小，就像一个圆一样啊，怎么能够让它圆过来？画的还是非常巧妙的，动脑筋了啊！这块画的动脑筋了。哎，这些地方点重一点，这边呢点浅一些。我家老二现在是在，因为这2天我晚上上课嘛，给他送姥姥家去了，姥姥帮我看着啊，送他姥姥家去了，丈母娘家。不然的话，我一个人看俩是看不过来了。先这么点上啊，回头稍微重的地方稍微再一分染，先整体点上啊，点完之后一分染。牺牲挺大。是呀，要不然哪看得上彭村呢？对不对？没办法，做了错误的决定。好，这个边上呢是咱们自己自由发挥了一点，对吧？所以这块啊自己自由发挥一下，差不多就行了。它就是大大小小啊，你可以先画一些大的，对吧？先把一些大的画出来，然后在这些空里边呢加一点点小的。
也可以。如果鹏村折腾上市了，跟我也没关系了。咱也啥也没有，咱就是普通员工。对不对？咱又看上的不是这一点呢，看上的不是这一点。咱如果说是那直接找一个上市公司上班不就完了吗？后来有好几家这个上市的啊，上市公司的这个挖我去，有的被我拒绝了，有的等后来想走的时候走不了了。不重要了。鸡肝也香，香也累。自己干就省事儿，起码不用听人安排，对吧？如果不是自己干，这个时候你猜我在干嘛？如果还在彭村啊，今天是几号了？10号了，对吧？9号了，我在该考虑10月大概15号左右会有一场体验课，或者做一个什么活动啊？不才立春完了吗？有个活动，得考虑这个活动做什么内容，画什么东西。完了月底还会有一次，我还得考虑月底这一场画什么东西，有什么活动啊，搞什么，有什么优惠，让谁来上，就得想这些事儿。还得先录一个口播发给大家，让血管发到群里边，对吧？大家好，我是来云老师。9月几号有个什么什么活动，咱们直播间不见不散，对吧？还得先录一段这个。想想挺有意思吧？我在彭村是属于这个研发主管，搞
课程研发的，但后来这个课程销售慢慢的也往我们这边倾斜了，这个工作。主要我上面的领导啊，特别能干，深得领导、老板的这个喜欢，所以呢，工作量越来越大，越来越大。好，这个像杨梅啊，像草莓，这个点的啊，上面小下面大，这种放射状的，像小鸟丝毛似的这种感觉。课程里没有山水啊，没有山水。能者多劳啊，是。反正不是我的，就是良田。有时候我俩就得石头剪子布，这个课给谁来？后来1月2场了，就不用了，不用石头剪子布了，一人一场。好，上面的小一些，哎，上面小一些。哎呀，没有颜色了，再调一点。他下午直播了吗？我不知道啊，没看。下午那个点儿，我正好接孩子放学去了。你看现在接孩子的呀，基本上啊，这个爸爸妈妈很少去，都是姥姥姥爷、爷爷奶奶多。每次这2天我接孩子，就感觉特别的另类啊，大家都会多看我2眼。不是我长得帅，我戴着口罩呢，戴着口罩能看出来吗？大家肯定会有疑问，怎么不上班啊？这年轻人怎么不上班啊？
会有这种疑问的。那头天去开家长会的时候，那真是整教室就我一个男家长。都是要么是宝妈，要么是奶奶，要么是姥姥。小点儿还怪难点，小点儿点的时候不要急啊，一定得点好啊。这种两头小一点啊，中间大一点，两边呢也小一点，所以它基本上就是一个像足球似的一个球体的一个感觉。好，这块荔枝完成。哎呀，有点慢了，点快一点啊。下面这边还有好多啊，我们就以此类推，继续点。啊，还有一大串。这种重复的这种动作呀，较为乏味啊，大家要耐入性子，同时要动脑筋思考一下啊，它怎么点的，不要乱点。它是围绕着这一圈一圈的这么点，对吧？怎么能让它点的鼓起来啊？形体鼓起来。点完了，真快，是我太慢了吗？我点快点啊！你整的我有点焦虑了，怎么点那么快？就像考场上突然有一个同学先交卷了，剩下的人呢都慌得很。不要提前交卷啊，不好。
底下有一点3绿啊，回头稍微再染一下。这个里边是比较深一些的，那么再调一点这个墨色啊，稍微再重一点。底下都比较重，所以啊，我们把这个墨色调一点墨，比较暗。这个点的特别像啊，点的特别像这个荔枝才行啊，可不能随意点。如果是写意的这个荔枝，其实好点一些。这种墨骨的工笔类的呢，就不太好点。点出去了。点这些玩意儿还挺累，这比画小鸟感觉还累啊，特别枯燥。跟练书法，光让你练个横画，练个竖画，或者一开始学书法的时候让你练那个圈圈，啊，练线条的时候画那个像蚊香一样一圈一圈的啊，这个感觉。有的同学估计能画睡着啊，画这个东西。要能快进就好了。血浪可以快进啊。有时候画这种东西的时候啊，有时候一个人画的时候，这是一种放空的状态啊，哪里不会点哪里。特别有时候写字的时候啊，我有时候写字写着写着就一种放空的一种状态，什么也没想啊，也不知道累。
我那阵在学校教书的时候，晚上回家基本上吃完饭看个新闻联播，然后呢，跟我室友各回各屋，跟那自己学习或者写字基本上我都是写字，因为这个地方小桌子也小，没法画，就练字。写字很快，这个时间就过去了，那2、3个小时，写一会儿就11点了，该睡觉了。所以那会儿基本上就是白天在学校的时候呢，上课的时候就画画，对吧？回来了，晚上回来了就是写字，写字画画两不误。那段时间是过得挺舒服。有点平，回头再分染一下啊。点完之后再一分染，它就不平了。慢慢来。中间大一点，那么它就能转过来。中间大一些，边上的呢又小一点，是吧？它就转过来了啊。然后这个怎么凹下去呢？要随着这个方向开始转变，沿着这个方向走。沿着方向走。急啥？点快就点不好，这个东西就是这样的。你点个快的，我看看，肯定得点坏。你知道吧？不信你点个快一点的，我看看。你回头发作业发到群里边，我瞅瞅啊。你点个快的，我看看是什么样。就慢慢点呗，反正其他的也都画差不多了啊。我都不急。等我点完回头直播间没人了。一边点，我是一边在动脑筋，在想在看，明白吧？我对着原画呢，我正在看啊，看它里边它点的时候有一些什么奥妙。你要不看，完全不看原画，这么点那快得很，对吧？一个点一个点，那一会儿点完了，那快还不简单吗？
想要快很简单啊，转了一圈回来还在点，再去转一圈回来啊，就点完了。着急的同学出去转一圈，转一圈回来，老师下课了。你要看宋画那个荔枝，它不是这样，它不是这样画的，它画的是一个菱形啊，一个菱形格子，类似于这样的一个格子啊，小格子，然后里边有个小底儿，对吧？它是那画的更细，你要画成那样，你更疯了，就直接不学了。广东挂绿荔枝一粒过万元，荔枝就是广东的最好吧？那个诗不是写的就是广东的吗？不岭南嘛，对吧？一说到吃的都来劲了，又来劲了。好，快了啊，最后几颗了。好，回来上面，哎呦，上面的不敢点了，怕蹭身上了。上面这个就可以点快一点啊，点的简单一点。边上小，中间大啊，就按照这个规律嘛，大大小小一分。
到底下来就这样转啊，就这样转。这边再来一颗。好，完事儿。来分染一下啊，体积感给弄出来。来，还是这个比较这个点的这个颜色啊，我们稍微再分染一下，一个清水笔，一个清水笔，一个这个色笔啊。哎呦，这个毛笔没洗，都硬邦邦的。一个清水笔，一个干净的，找一个干净的毛笔。石榴榨汁好喝，对。石榴只要是剥好给你吃就觉得好。云南石榴，海南贵妃荔枝。这石榴太麻烦了呗，吃起来就得剥好了才愿意吃，是不是？啊，稍微染一下啊，你看，就把中间的地方染重一点，两边往下一过渡啊，一过渡，接一下，是吧？接一下就行了。那比如说这个啊，这个怎么染呢？让它凹陷进去一些啊。那这边整个要鼓起来。来，清水笔过渡一下。是吧？体积感就有了嘛。你这边也是，方法一样啊，方法几乎是一样的。又回到了原点，聊着聊着，大家又回到了沙棘上面，看来真是个好东西啊！回头我尝试一下。像这样的染完之后，你会发现这个点点呢会有点浅啊，有点浅，你回头可以稍微，不有一些地方啊再加一遍，那再加一遍就好一点。哎，还有另外呢，我也不太喜欢这种染呢，染的费劲啊，我可以采用另外一种方式啊，我用清水笔呢，把哪些地方啊，把这个稍微打湿一点点啊，清水笔。
打湿一点，然后呢把这个颜色点进去。自然一点，干了之后啥样就啥样，对吧？染的这个痕迹特别明显。这样还快一点。就干了之后是什么样就什么样了啊。我们缩小一下看一看啊，缩小一下看一看，对吧？你就只能是这样了，干了之后什么样就什么样了，不然的话染出来感觉特别假。那这个啊，这边重的颜色比较深，先打湿。同样如此，过渡一下。我经常画工笔就不染啊，就用墨骨的方式去撞色。比如有的地方需要染，那我就先用水打湿，打湿了把颜色撞入进去啊。我就不喜欢染，染的东西就很刻板，撞进去了就显得比较自然一些。体积感，这不就有了吗？那么这暗面的啊，这个背面的呢，那种呢，就让它平一点呢，不需要加的太重，就有一些区分啊，有一些呢重一些。点一点。回头再把有一些点呢，再给它加重一点啊，加重一点就可以了。然后把叶片稍微勾一下，叶片呢轻轻的用这个小的狼毫啊，小狼毫稍微勾一勾。把这些都处理完之后，最后呢再回到小鸟身上啊。你可以用这个墨，也可以拿墨里边用这个画叶片的这个绿色里边加一点墨也行。休息一下。其实我也画累了啊。怎么还有点阴呢？
这个叶脉啊，不要勾太粗啊，勾细一点啊。能完成不？这种叶片叶脉啊，一定要包裹起来啊，不要画的像鱼刺一样啊。好多同学没有包裹起来，就是上面一片，你看看它是包裹着下面一片的，看到没有？是吧？这样是围起来的啊，包裹起来。累了的同学先撤啊，累了的同学可以先撤了。我们加快一点速度。今天要画完了，当然得画完了，就剩一点了。又剩这么一点，当然得给它画完了，还留着干嘛呢？
这个是内侧啊，这是个叶片的内侧。稍微注意一下。这边哎还有一片，不要着急啊，今天还好吧，也不算太晚啊。之前都画到10点半对吧？画那个梅花鹿还是画什么？好，这个叶脉啊，这边的就勾完了，我们再来勾上面的，就按照这个勾就行了啊。叶脉就是要注意啊，勾叶脉呢，就是要注意这种，一个是排列组织啊，一个就是用笔的这种提按，对吧？钉头鼠尾的这种感觉得有。有的同学画的那个，一个是排列没排好，都是平行的，像个鱼刺一样啊，特别直，稍微注意点弧度啊。有这种包裹感就可以了啊。哎呀，好了，完成。我们再回过头来，哎，看看这个小鸟啊，再把小鸟啊稍微修整一下。那么一个是眼珠子没点呢，眼珠子呢下面这个小鸟眼珠眼珠是红色的，对吧？我们把这个上面那个小鸟眼珠子呢也给它染成红色，就用你刚才画荔枝的这个颜色啊，画荔枝的这个颜色。荔枝的颜色啊，干了之后颜色会能浅一点，然后把眼睛旁边的这个耳羽啊，这个深色的部分呢，这个是称之为耳羽啊，耳朵的耳。你看这个水印呢还是特别重，然后来个赭石或者土黄啊，把头上这一块覆盖一下，再撕一下。还有肚子部分啊，肚子部分还没画。哟，土黄加多了。
颜色淡一点啊，颜色淡一点，加水，淡淡的这个淡淡的颜色。淡淡的颜色稍微加一下啊。尾巴这一块也是啊，稍微淡淡的加一点，只加这一块啊，只加这一块。然后把这个上面这一块呀，我觉得还得在这个水印呢，还是有点太明显啊，染色染的，对吧？所以说讨厌染色啊，就是这个问题嘛。特别是在纸上啊，在绢上呢还好点儿。再给它修一下啊，把这块儿好，不要那么明显。好，我们这个头部这块丝毛继续。哎，趁着这个是湿的啊，再来淡一点的啊，比这个更淡一些的，微微有一点颜色就可以了。头顶这一块稍微撕一点点啊，稍微撕一点点。你看就是稍微撕一点点啊。肚子部分啊，用这个白色。我们的白色呢，肚子部分啊，浅一点。顺着这个方向，顺着这个方向再来一点白色。头顶的部分，再用比较厚一点的白啊，比较厚一点的白，再来撕一遍。分成4节课啊。头顶部分再用厚一点的白色啊，4节课就没必要吧？1礼拜画1张画呀？你给我急死了，回头是不是？所以说我性子不是特别急，对吧？画画的时候慢，但你说1张画，1张这么小的画画1周，有点煎熬。我就怕我回头偷偷自己画完了。
还没到上课时间，自己给画完了，忍不住。好，白色稍微往上面覆盖一下，那么这块呢，这个衔接过渡啊，是不是就自然了啊？自然一些了，对不对？下面也是啊，可以了，行了，可以了。这个小鸟呢，就暂时先这样就可以啊。那么有些地方看它有些地方翅膀啊，或者是背部啊，有些地方偏三绿啊，你可以单独拿这个三绿色花白绿，单独用花白绿，稍微纯一些的没关系啊，不要怕。这个时候是可以用纯色，因为只是一小部分啊作为一个点缀，比如说它中间的地方，它是不是加了一点花白绿啊？一点三绿的感觉，对不对？比较亮，用三绿稍微丝毛一下。好，那么这一块也是啊，所以我说这个颜色里边要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所以之前那只绿色的小鸟呢，有的同学就是颜色就是明显的、特别明显的这种差异，对吧？各部分那样是不行。那么你稍微再加一下啊，这个颜色呢，它就不会特别的平了。这个小鸟更具有这种体积感一些。体积感更强一点，对吧？包括这一块啊，稍微加一加，对吧？你要有耐心呢，这个重的地方还可以再加一下，就是用这个可以用一下我们画叶片的这个绿啊，画叶片的这个绿啊。稍微加重一点。那么这一块呢，同样，好，那么转过来，这边转过来，不需要多啊，不需要多，有一点即可啊，有一点即可。尾部。尾部覆羽稍微覆盖一下啊，稍微覆盖一点，加一点，对吧？看看，远看、近看效果都还不错啊，都还不错。那么这个翅膀的颜色其实也还可以再染呢，还可以再加，还可以再加。想加还可以再稍微把赭石的地方啊再染一染呐，绿的地方啊再染一下，对吧？更厚实一点的，更厚重一些。你看这个眼睛啊，现在干了之后，墨色的地方也出来了啊，或者你觉得眼珠子不够，墨色不够啊，你再拿这个稍微浓一点的墨，眼珠子再点一下。
会更精神一些啊。干了就不会那么重啊，现在看着有一点重，干了会好一点。好了，那么这节课，哦，我们把树枝啊，这个还得修一下啊，还没完事儿啊，还没完事儿。一个是荔枝，这个有些地方这个枝子没加，对吧？有些枝子给它加上。有些这个荔枝有些地方没有加，比如说这个小枝子没加，用这个赭石对吧？赭石色给它加上，加上。还有哪些地方没加的？底下是不是也没穿起来呀？没穿起来的都给穿起来啊！这个底下还漏一点啊，漏一点。回去自己找一找啊，没有穿起来的呢，给它穿起来。然后这个树干啊，树干，比如说有同学觉得不是特别好看，怎么办呢？我们扦插一下啊，扦插一下，该点的点一点。有的地方需要再点一下，有的地方呢需要再扦插一下。先用淡一点的墨色啊，把这个，它有的是用了一个淡淡的这种绿色，对吧？用绿色点的胎点也可以。先用淡墨点，咱们先用淡墨啊，把一些地方先点一下。墨不要重啊，因为咱们枝子呢还比较浅，对吧？你先点一下，然后看看效果。有些地方可以稍稍的勾一勾啊，稍稍的带几笔。扦的时候啊，毛笔干一点啊，扦插的时候毛笔干一些。如果比较好的地方啊，可以选择不扦，感觉效果还不错，对吧？你就先不用动它，就把这些胎点呢点一点。枝子粗就点粗一些，枝子细就点细一点，根据这个枝子的情况。如果说有些地方你想扦插一下，它也是可以的嘛。不用扦太多，你看看稍微有的地方像勾线似的啊，勾勒一下，勒一勒啊。就是这样啊，不要全画了，千万不要勾一圈啊。有的同学喜欢勾一圈，没必要啊，勾多了就不如不勾。好，再来看这个大树枝啊，大树枝里边可以稍微的加重一点，对吧？也是啊，用这个墨色啊。
可以穿插一下，你看，侧锋穿插一下。书包里边不够重，那你也可以选择穿插一下。侧锋穿插啊，穿完了之后，有些地方继续啊，还是以这种胎点为主。包括上面这些地方啊，同样都要该点的都得点到。可以少一点啊，可以少一点都是。对吧？那么上面呢，其实这一块呢，穿不穿无所谓了啊，这一块呢效果还可以，那你就选择不穿啊，选择不穿。那么稍微加一加，点一点呢，这个气质就不一样了啊，气质就不一样。底下这一块也该点的也得点呢。对吧？这个完成度就比较高一些了啊，比较高一些。那么它有些地方还用这个淡淡的绿色，你可以用这个画叶片的这个淡淡的绿色。再来点一遍。稍微点一点啊。稍微点一下，那么整个呢，它就变得更丰富一些啊，非常完整的一张画了。咱们的四条屏结束，四条屏结束了啊。咱们这个2尺，老师凑的这个4条屏啊，就画完了。其实还能画啊，因为我这一包纸呢，不是10张吗？10张我目前才用了，应该还剩几张啊？剩的不多，但是还剩一些。回头再有合适的这个尺寸的案例啊，咱们继续再画，好吧？那今天这节课咱们就到这儿了啊，大家晚安啊，拜拜。我一会儿把照片呢传上去啊，把视频传上去啊，拜拜拜拜。